各家新一轮的超大杯都已经发布完毕，那么想比就必须给大家端出来了。那今天对比的选手呢，分别是华为的 Mate 80 Pro Max、小米17 Ultra、OPPO Find X9 Ultra、vivo X300 Ultra 以及荣耀的 Magic 8 RSR。这期视频呢，会从5个方面来对比各家在结构设计和用料上的差异，不一定全面，但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各家做超大杯机型的产品思路和取舍逻辑。废话不多说啊，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后盖材质上啊，我这5款配色的用料呢各不相同，其中华为用了金属，荣耀采用陶瓷，相应的成本肯定会更高啊。而小米、OPPO、vivo 则选用了相对常规的玻纤、素皮和玻璃。Deco 的装饰板和摄像头镜片都采用一体化设计，因此材质肯定都是玻璃啊，没有类似亚克力的材料出现。Deco 区域的刮伤风险都不会太大。Deco 外侧的装饰圈5款也都使用了金属材质来保证此区域的结构强度，并且也能提升手机的整体质感。那中框材质方面，5款全部采用纳米注塑加 CNC 一体成型方案，边框和内框都是铝合金材质。至于屏幕表面的玻璃硬度，其实也非常影响日常使用，特别是对于喜欢裸奔用手机的朋友们啊，我们用墨氏硬度比呢测了几轮，肯定不够严谨，大家可以做个参考。这里面 OPPO 是最硬的，在7级墨氏硬度下基本划不出明显的划痕，只有到8级才有啊。华为次之，在7级下有非常细微的划痕，然后是 vivo 有相对细微的划痕，小米和荣耀的划痕是最明显的。那我自己也就是在用 OPPO 的 Find X9 Ultra 当主力机，之前裸机使用过一段时间啊，确实没有划痕的产生。核心3大件上，华为咱就不做展示了，其余4款全部采用高通的骁龙旗舰 SoC 第5代骁龙8至尊版。RAM 的速率上啊，小米和非顶配版的 vivo 采用的是9600的 LPDDR5X，OPPO 和荣耀则是全线拉起到10667。那 ROM 的规格4折没有差异啊，都是 UFS 4.1。影像方面，详细参数大家看图。需要说明的是，华为和荣耀对传感器的型号进行了隐藏，因此只有官方公开的部分信息。5款中，只有华为和荣耀搭载了3D 深感摄像头，来实现支付级的人脸识别功能。前摄除华为外，其余4款均采用5000万像素规格。主摄方面呢，只有小米采用了1英寸的 CMOS，OPPO 和 vivo 选用的是接近1英寸的索尼新款旗舰 CMOS LYT901。那华为和荣耀 CMOS 尺寸则为一个级别啊，都在1.3英寸左右。那华为是5款中唯一一个采用 RYYB 传感器和可变光圈的机型。超广角上 ，vivo 的1.28英寸的大底啊，鹤立鸡群。长焦方面的5台机器都用上了潜望模组，华为和 OPPO 更是给了2颗不同焦段的潜望来强化远摄能力。其余3款潜望的 CMOS 参数呢，基本一致啊。其中小米是唯一一个使用了真连续光变的机型，用来强化色彩准确度的还原镜头呢，只剩小米和荣耀还没有跟进。那总体来看啊，OPPO 的规格相对更全面 ，vivo 的综合规格啊，相对来说给的是比较满的。那就实际影像的综合体验而言 ，OV 是更胜一筹的。那影像外围器件的麦克风数量分为2个阵营，华为和荣耀是上下后3颗麦克风，属于旗舰机的标准配置。那小米、OPPO、vivo 则是4麦克风的设计啊，多加入了1颗底部的麦克风，属于旗舰机的标杆级规格啊。闪光灯数量上 ，OPPO 和 vivo 采用双灯珠方案，华为、小米以及荣耀则为单颗灯珠设计。那5台机器都搭载有激光对焦传感器、前后双环境光以及用于万能遥控器的红外发射器。其中荣耀的红外遥控比较特殊啊，它是通过2颗前摄之间的 ToF 传感器来实现的。屏幕方面，首先看尺寸，荣耀的最小只有6.7英寸出头 ，OPPO 和 vivo 略大一些，来到6.82英寸，华为和小米则是5款中最大的6.9英寸。那屏幕的供应商如图所示，全部采用 LTPO 的 OLED， 但只有华为用的是成本更高、效果更好的双层 OLED。分辨率方面 ，OPPO 和 vivo 是完全一样的 2K， 华为和荣耀呢则是 1.5K。那小米由于使用了没有折损的超级像素排列，所以分辨率从数值上看是最小的，但通过等效计算后，反而是5款中 PPI 最高的，甚至力压2K 分辨率的 OPPO 和 vivo 一筹。华为和荣耀则都在370出头，最高刷新率上 ，OPPO 和 vivo 是144赫兹，其余3款都是常见的120赫兹啊。护眼方面，5款都有类 DC 和高频 PWM 2种调光方式，但小米额外提供了全亮度的类 DC 选项 ，vivo 给到用户全亮度高频 PWM 和全亮度类 DC 的2种模式啊。荣耀则继续保
保持超高频的 PWM 调光的特色。偏正光上，华为是5款中唯一一块现偏正光的屏幕啊，这应该是双层 OLED 的原因。那亮度方面，华为凭借双层 OLED 的优势，在手动全屏和激发全屏的模式下遥遥领先啊。小米则还是一如既往的保守。让人没有想到的是，10%窗口下的荣耀以5150尼特的超高亮度力压老大哥华为一举夺魁啊！5块屏幕全部支持1尼特的最暗亮度。电池方面，5款中只有华为和荣耀没有做快拆设计啊，但5块电池都是单电芯双接口设计。容量上，荣耀的最高来到了7200毫安时，其次是 OPPO 的7050毫安时，小米紧随其后有6800毫安时，再往下就是 vivo 的6600，最后呢是华为的6000毫安时啊。相比上代的提升量上也是相同的排序，荣耀大于 OPPO， 大于小米，大于 vivo， 大于华为。5块电池全部来自东莞新能德，电芯也就必然都是 ATL2， 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最高的是荣耀接近900瓦时每升，小米第二877 ，vivo 861，华为836 ，OPPO 呢是830。5块电池的保护板全部采用 CPAC 封装工艺来压缩保护板占比 ，OPPO、vivo 以及荣耀还使用热熔胶封装来加强防护性能。5台机器的顶阳规格各不相同啊，华为采用的是歌尔股份支持隐私通话的3振膜 1017A， 小米的顶阳呢集成在主板盖板上，发声单元是 AAC 瑞声科技的10141，OPPO 的同样来自 AAC， 也集成在主板盖板上，但发声单元换成了1510X，vivo 呢则是自己重新设计的1697规格。那最后的荣耀啊，继续采用歌尔股份开放后腔设计的1216。那为了更好的实现隐私通话功能，荣耀还额外添加了一颗 AAC 的0710微单元听筒。那其中小米和 OPPO 的顶阳内都添加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 ，vivo 和荣耀呢则通过结构复用以及开放音箱的设计来解决后腔尺寸的问题。底部扬声器方面啊，除 OPPO 使用 AAC 瑞声科技外，其余4款都来自歌尔股份。华为是开放后腔的1116H， 小米呢为全腔设计的1115X，vivo 则是全腔1115。荣耀底阳和顶阳的规格完全相同，是开放后腔的1216。小米、OPPO 以及 vivo 的底阳内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华为和荣耀呢则通过开放后腔设计来解决后腔尺寸不足的问题。那荣耀的双开放式后腔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做法其实并不 HiFi， 并且呢还会有相对更强的正手感。那对于手机外放来说，属于有利有弊啊。NFC 线圈都设计在后摄模组附近，那其中荣耀的线圈是集成在边框顶部的，位置合理，方便使用。下方的无线充电线圈，华为和荣耀拉满到了80瓦，小米和 OPPO 呢则为50瓦，vivo略低一点，但也有40瓦。5款呢全部都支持无线的反向充电。Type-C 接口的速率啊，只有小米和 vivo 做到了目前行业内最高的10Gbps， 其余3款都是5Gbps 速率啊。不过5款啊都是支持 DP 视频输出的。来到马达部分，5款搭载的都是 X 轴线性马达，但在马达综合性能上， OPPO 的 ESA0816以及 vivo 的7514A 要明显好于另外3款。解锁体验方面，华为是5款中唯一一个还在用侧边指纹的机型。不过华为毕竟还有 3D 人脸识别，所以搭配着用呢，也能覆盖所有的使用场景。但同样有 3D 人脸的荣耀就给了屏下的超声波指纹，这时荣耀成为了5款中唯一一个拥有双 3D 生物识别的机型。另外让人比较意外的是啊，荣耀这个超声波指纹用的居然是现在已经很少出现的高通方案。那其余3款则都是汇顶最新一代的 GUM5328，它对不同规格的钢化膜的适配性都要更好一些。从下巴可以看出，小米、OPPO 以及 vivo 有采用 LIPO 封装，华为和荣耀则没有使用该工艺。那触控 IC 方面，华为是唯一一款采用了汇顶 GT9916S 的机型，其余4款都来自新思。但小米、OPPO 以及 vivo 用的是综合能力更强的 S3910V， 而荣耀呢则是上一代的 S3909V。散热方面，我们就一层一层往下看。那华为在充电线圈四周添加了1圈，并且延伸到了底阳的对应位置，面积呢有2000多平方毫米。小米则是在主板的左下角和底阳的区域贴了2小片，面积加起来接近600平方毫米啊。OPPO 的散热膜对应顶部扬声器，面积在300多平方毫米。vivo 和荣耀的后盖内侧呢则没有散热膜的踪迹。5款在充电线圈和电池之间呢均添加有散热膜，小米、vivo 以及荣耀的顶阳散热膜呢贴在主板盖板上，那其中小米和荣耀的还延伸到了前摄的对应位置，荣耀的顶阳区域还覆盖有1小片的散热膜。充电线圈背面的散热膜，华为给的最大有5600多平方毫米，其次是 OPPO 的5500平方毫米 ，vivo、荣耀、小米的面积呢则逐步缩小。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荣耀还在机身上额外又添加了一片面积在53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并且这片散热膜是额外覆盖了主摄和广角镜头的，以加强对应摄像头工作时的散热能力。这使得荣耀仅在充电线圈和电池之间就配备了90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核心发热区域都有导热材料填充间隙。主板的夹层中只有 OPPO 和
荣耀添加了导热材料，来加强核心区域的散热能力。来到中框主板区域，5台机器的镂空位置，大家直接看图啊。vivo 是唯一一台没有给 SoC 区域做镂空设计的机型，这应该是考虑到中框结构强度等原因啊。那其中只有小米在 VC 对应 SoC 的位置做了3D 凸台，以缩小核心和 VC 的间距，降低 Z 轴的接触热阻，进一步加强导热能力。来到屏幕背面都有全覆盖的铜箔 ，DDIC 位置的抗干扰贴纸呢也全部到位。小米和荣耀的铜箔上还贴有散热膜来加强屏幕的均热能力。OPPO 则是将散热膜藏在了铜箔下方，并且面积远大于小米和荣耀。华为呢则是直接在屏幕和中框之间涂上导热材料来解决均热问题。5台机器的中框上都覆盖有大面积的散热膜 ，OPPO 的尺寸最大接近6300，vivo 和华为紧随其后，也都在6000以上啊。小米和荣耀呢则要小一些，但也都有5000多平方毫米，其中只有小米在 SoC 位置做了 VC 下沉设计，避免核心发出热量直接导向屏幕，形成局部高温。其余4款都没有类似的设计。CR 散热膜就能看到 VC 均热板的真容了。那5款中只有华为使用了铜合金材质，其余4款都是不锈钢。面积上华为也是最大的，接近7200，然后是小米、vivo 以及荣耀的尺寸都在5800左右，大小非常接近。中间的 OPPO 相对面积最小，只有不到5000。5款 VC 的内部各家都有不同的特殊设计来提高 VC 的均热性能。从散热膜覆盖总面积来看 ，OPPO 的尺寸最大，接近2万啊，其次是荣耀的18000，其余3款总面积和前两者比较呢，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了。但华为的 VC 面积不仅是5款中最大 ，VC 材料导热效率也是相对最好的，并且屏幕和 VC 之间直接用了导热材料来传导热量，这几项叠加起来，整体的解热能力也并不会弱。最后呢，来看和日常使用强相关的防护能力。掀盖卡多都采用双卡背靠背设计，内侧都有防尘防水的胶圈。那后盖内侧填充机内间隙提供缓冲保护的泡棉分布在如下区域，其中 vivo 的泡棉分布最广，包括了电池和副板。华为和荣耀都是在电池的对应位置，小米呢只有副板区域有泡棉。中间的 OPPO 则是5款中唯一一台没有在下半部添加压紧填充泡棉的机型。Deco 内侧，小米和 OPPO 添加有黑色塑料内衬保护，华为、vivo 以及荣耀则是一体成型的 Deco 直接固定在后盖上。5台手机的所有镜头四周都有配备防尘密闭泡棉，防止灰尘进入。5款主板盖板材质呢都是金属加塑料，盖板内侧起压紧填充作用的泡棉分布在接口、前摄以及顶部扬声器的位置。主板防护方面，超大杯主板为了给镜头模组让路呢，肯定是没法做单层设计了，下层板的 PCB 厚度都在0.6毫米左右，具体的铺板下缘设计以及镜头核心3大件的相对位置，大家直接看图。华为和荣耀的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其余3款的接口和小元件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程度的保护啊。5块主板的薄弱位置呢都有金属片、屏蔽罩或者双层 PCB 的加固。副板盖板的材质上只有 vivo 使用的是塑料，其余4款都是金属和塑料的混搭。副板 PCB 厚度是小米和 OPPO 一档 ，vivo 居中，华为和荣耀更薄一些。防护措施上，华为和荣耀的接口和小元件四周依旧没有发现防护措施，小米的接口也没有啊，但部分小元件有做这个封胶处理。vivo 的屏幕接口有泡棉圈保护，大部分小元件有做封胶。OPPO 则是5款中副板防护最到位的，所有接口和小元件的防护措施都拉满了。5块副板的薄弱位置都有金属片的加固。Type-C 接口的防尘防水胶圈5台都有配备提升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的惰性金属，在 OPPO 的所有脚位以及 vivo 的供电脚位上有出现。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都配备有防漏音泡棉加白色防水透气膜，收声孔全部采用 L 型防呆设计，误插后不用担心这个防护结构的损坏。底部扬声器出声口使用红色胶圈和防尘网保护。5台手机全部都通过了 IP68加 IP69的防护认证，但在 IP68的浸泡测试深度上有所差别，其中华为和小米是最高的6米水深，荣耀、OPPO 和 vivo 呢则是常规的1.5米。那除此之外，小米和 OPPO 还额外进行了 IP66的高压水柱测试，荣耀则是加测了更高规格的 IP69K 高温高压水流冲刷测试。那关于防尘防水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虽然这2年行业整体的这个防护能力都上来了，但个人呢还是不建议在洗澡的时候你去用手机或者用水龙头去冲洗手机毕竟进水了都不在标准保修范围之内。即便你买了 Care 之类的高级保障，也是有次数限制的。那手机坏了可以再买一台新的，顶多肉疼一阵子，但资料没了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那么总体的对比呢就进行到这里其实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各家都是打得有来有回吧。不过就我个人使用下来的感受而言如果非要做推荐，那首先就是 OPPO Find X9 Ultra虽然外放效果有待加强，售价也相对更高，但综合 ColorOS 以及影像的体验，预算充足的朋友们非常值得尝试。那另外一台其实不在今天的对比序列，是小米17 Ultra 徕卡版的黑银配色版本。其实内部配置基本和普通版的17
Ultra 保持一致，这是今年超大杯里颜值最高的存在啊！在现如今影像拉满的旗舰序列里，能做到这个颜值啊，非常难得，并且它的影像体验呢，不能说顶级啊，但是非常纯粹。反正我只会用徕卡1顺里的2个模式，所以啊，大家今年都入了哪台旗舰机？欢迎弹幕留言。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欧斌，我们下期想必再见。